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岩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今年呢是小米宣布冲击高端的第4年了。自从小米与徕卡合作以来呢，小米的大旗舰 Ultra 系列在专业影像部分的表现确实让我们印象很深刻。而今年的小米14 Ultra 大旗舰机型到底表现怎么样呢？咱们抓紧详细测试来看。先看外观除了之前已有的黑白两色之外，这次呢新增加了龙晶蓝配色。不同于另外2款配色是素皮机型，这次龙晶蓝采用的是光面陶瓷背板，搭配高强度的铝合金材质，采用了 Unibody 一体成型打造的中框，让整机的刚度呢相比较以前会有明显的提升。而陶瓷的质感和玻璃也确实有很大不同。侧面来看一下中框，这是和前代一样延伸到背板。当然，这样的造型、这样的材质那重量部分肯定是有所变化的。实测整机出厂自带贴膜的情况下，达到了231克，和前代素皮机型相比呢，重量其实是一致的，但相对来说，机器内部的零件其实是有所减重的。这次背部设计最大的变化呢，就是原来镜头下方的斜坡的过渡区域，这次彻底的消失了。从侧面看上去呢，简洁和谐了不少。细节方面呢，在于镜头模组一圈的巴黎装饰钉，增加了整机的精致感。其次呢，顶部红外线传感器移动到了镜头的内部，这样的话，顶部相比较于之前也更加简洁。实测整机的厚度达到9.2毫米，相比较前代呢，也是有所减小了。镜头凸起方面，由于传感器的堆料，所以凸起也是比较高的达到了6毫米左右。这也是我们测试的小米机型有史以来镜头部分最突出的机型了。来看握持的手感，因为没有了上一代的斜坡边缘2次的凸起，所以整机握起来还是手感有所提升的，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，特别是头重脚轻的感觉，这一代是有明显的改善。不过较大的镜头模组呢，还是会有一些挡手。另外，如果长时间的双手横向握持玩游戏那么这个超大的镜头模组呢，也不是特别适合，建议要带保护壳使用，手感呢会稍微好一些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手里这台测试的工程机，在这个版本下，我们晃动机器的时候，确实和那些大镜头的机器类似的情况，可能是由于镜头防抖以及对焦马达还没有通电的原因，那镜头部分呢就会出现那种所谓打快板的情况。我个人猜测呢，应该是那种采用滚珠式 OS 防抖的结构，在面对更大的传感器的时候它确实会有点压力所以晃动的情况下，它的声音会更大一点包括我们用相同的力度来翻转手机，那小米14 Ultra 的声音呢，相比较于友商也会更大一些。当然如果是打开相机界面的情况下，也就是相机模组完全通电的情况下，那它的声音呢就会变小了。当然，这对于我们日常使用倒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。不过呢，还是建议小米在这方面能否做一些系统上的优化，又或者是做一些产品说明，以免让消费者产生误会。来看屏幕部分，这次14 Ultra 的形态呢和小米14 Pro 类似，全等身4曲面的屏幕，在不点亮的情况下呢，四周屏幕是相当的圆润，光线映衬之下感觉相当饱满，而且呢有一点悬浮感，手指滑动4边触感是一致的。简单说就是既有直屏的视觉观感，又有曲面屏的温和的触感。不过和之前小米14 Pro 不同点在于14 Ultra 并非前后都是等身的4曲面，所以呢抛开重量这一点单纯的手感部分是要好于14 Pro 的。
另外，这块屏幕呢也采用了小米的龙晶玻璃来提升屏幕的抗跌落能力。其他参数呢，首先尺寸6.7英寸 2K AMOLED 屏幕，分辨率呢最高达到3200×1440，像素密度522，最高呢是支持120赫兹的刷新率，并且呢是可以从1到120的可变刷新率。色彩风格部分呢，出厂默认为专业原色，并且支持小米跨屏协同色彩显示。屏幕的基材方面啊，是与华星光电联合研发的 C8 材质。具体看一下屏幕的排列。看一看亮度啊，全屏显示白色图片的手动最高是766，强光刺激下全屏显示白色最高达到是1256。我们测了一下极限亮度啊，目前版本呢在6%小窗模式下，激发亮度最高可以达到1400尼特以上，整体的亮度表现是属于旗舰水准。而在护眼部分呢，也是支持 DC 加1920赫兹高频的 PWM 调光。具体的显示效果啊，咱们来对比一下友商的旗舰机型。我们在默认色彩模式下播放一段网络的 HDR 视频，大家一起看一下。不公布答案的情况下，你更喜欢谁家的表现呢？下面来看本次小米14 Ultra 最重点的影像部分。那之前几代小米的产品啊，联合徕卡在影像部分的提升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。徕卡的经典风格啊，在很多人看来确实是一眼好评。我们之前所做的年度4大旗舰对决里面啊，上一代的徕卡影像呢，也在盲屏环节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特别是第一眼的风格上的观感啊，确实领先很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参数，后置4枚5000万像素的镜头，主摄呢是索尼最新一代旗舰传感器，光域 LYT900，1英寸的超大底，支持 1.63 到 4.0 的物理无极可变光圈，而且呢光圈叶片升级到了12边形设计，更加接近于圆形。全新一代的1英寸传感器啊，对比之前的 IMX989来说，能耗更低，宽容度更高，使其不再依赖多帧 HDR 算法，直接单帧拍摄呢也能获得足够大的宽容度，也可以实现高动态的范围抓拍，这在以前是相当困难的。我们通过这两组反差较大的场景对比啊，就能感受到这枚主摄的实力，尤其是远处高光场景下，14 Ultra 呢对于光线的处理部分。而另外3枚镜头啊，均采用了索尼的 IMX858 传感器，配置同样拉满。具体的参数信息，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观看。后置这4枚镜头啊，素质都很高，配合 ISZ 无损变焦，可以实现12、23、46、75、120毫米，还有240毫米的焦段，几乎覆盖了所有我们日常拍摄用的焦段了。作为影像旗舰来说呢，覆盖还是相当全的。而且呢，这4枚镜头得益于 UltraSync 多摄同步系统，能让其他3枚镜头呢均基于主摄的测光以及白平衡画面输出，让不同镜头拍摄出来的色彩啊是达到高度的统一。这其中呢，2枚特写长焦可以实现一颗拍人，一颗拍远景。我们先拿这颗3.2倍的75毫米 1.8 大光圈的浮动长焦来举例，在拍摄人物主体的时候啊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暗光，拍摄出的人物整体的画面光影表达、层次感以及背景的虚化都是有着不错的效果。重点呢是这枚长焦镜头啊，还可以将对焦距离拉近到10厘米，实现超级特写功能。这相当于1枚镜头2种用法。当然 1.8 的光圈呢会带来景深过浅的问题。
问题。此时呢，这颗75毫米的长焦镜头啊是支持景深融合，在合适的距离下，取景器呢会自动的出现2种景深选项，你就可以根据需求来拍摄突出主体的特写，还可以通过景深融合，在相同的距离下实现景深扩展，这样就有了照顾到周围环境的超级特写。另外一枚5倍120毫米镜头的2.5的大光圈，可以通过全新的 Remosk 模式获得10倍240毫米的无损变焦，以及超级特写下30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，也是可以实现一枚镜头2种用法。不得不说，今年小米这套镜头系统啊，确实是有点东西。除此以外呢，在配合小米 AI 大模型计算摄影平台啊，首次呢将 AIGC 技术应用到了计算摄影领域，这也让超远距离拍摄的画面变得更加可用了。比如说这枚潜望长焦镜头啊，在拍摄30倍以上的数码变焦的时候，手机取景器呢会自动显示开关，开启之后啊，拍摄出来的画面会将原始的信息交给后台的大模型进行增强处理，这样呢就能生成更加清晰夸张的画面。开启和不开启差别还是相当大的，这里再加一张有上100倍的样张，更能看出明显的差别。当然了，这毕竟是 AIGC 加入啊，好看肯定是好看，但并不真实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未来拍摄这些特殊场景的时候，会选择开启这项功能吗？打1打2，看一下大家的选择。不管你选的是什么，我个人判断，未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加入拍摄的 AIGC。最后呢，就是 0.5倍12毫米超广角镜头，1.8的大光圈啊，并且呢采用了原生低畸变设计，从而就不需要畸变校正算法，就可以直出更低畸变的画面了。这里对比友商啊，边缘画质来说呢，14 Ultra 的边缘以及中心区域的画质确实要更好。而在更为考验超广角的暗光环境样张当中，小米的色彩呢显然是更加饱满的。在相同的场景下，首先呢风格方面依旧是有徕卡生动以及徕卡经典2种可选，其中呢徕卡经典风格更加明显一点，而徕卡生动啊则可以适应更多的场景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了。不知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这次取景器界面左下角啊，还新增了快速调整曝光值 EV 按钮，可以在正负4之间快速调节，这样搭配徕卡经典拍摄呢，就能得到更为明显的光影样张。我们还是对比几组不同的啊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打一下它的编号吧。当然了，小米14 Ultra 呢，此次还带来了全新的大师人像。之前啊，咱们测试过的机器里面，由于徕卡风格化是过于明显，这就导致在一部分场景下呢，拍摄的人像样张就感觉效果啊就不是那么的好看。那这一次啊，14 Ultra 的4枚镜头，我们刚才测啊，层次感部分表现的是很好的，但是它面对人像表现是不是还和之前一样，不那么受小姐姐喜欢呢？那2024年小米在处理人像方面表现的如何呢？本次14 Ultra 的人像模式在之前的基础上呢，新增了23、35、50和75 4个焦段来选择，这些啊都是常用的人像焦段。实际拍摄样张呢，不同于之前的人像了，你可以看到这次人物的脸部曝光是比较充足的，肤色呢也很自然，而且呢没有因为徕卡的风格化去改变人物的皮肤颜色，样张前后景的差别表达也要比之前要更好一点，尤其是这组灯光场景下的样张，看起来呢，小米这一次所推出的大师人像啊，的确是摆脱了之前徕卡风格对于人物色彩方面的束缚，能够实现人不压景、景不抢人的层次感。最后呢，专业影像如果可以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里，那么手机影像必然是当下的趋势。相比较专业相机啊，手机是走到大街小巷随手就可以拍嘛，扫街记录生活，这个时效性是专业相机所无法比拟的。这次小米14 Ultra 的街拍模式也是有所升级，加入了方便构图的超级取景框，可以更好的判断构图。全新的变焦涡轮呢，新增了85毫米和135毫米2个长焦选项，并且啊，在街拍模式下呢，快速调节整体曝光的 EV 波轮也依旧生效。如果啊还是觉得不够专业，那么还有升级之后的
专业摄影套装。可拆卸的手柄啊，加入了1500毫安时的电池，甚至你可以临时作为手机的充电宝来使用。这次还新增了独立的波轮以及录像按键，用手柄啊来调整曝光啊、对焦啊，甚至录像啊都更为方便。而且呢，保护壳原有的旋转滤镜转接环也改为了按键卡扣，更加牢固，不容易脱落，也更像专业相机了。视频方面，小米14 Ultra 呢是支持全焦段的 8K 视频拍摄，并且呢主摄是支持最高4K 120帧的规格啊，这我非常的需要啊。拍摄完成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实现5倍慢动作的4K 视频调整了。其他的还有导演模式以及多机位录制啊，包括专业的10比特 log 模式等等啊，这些咱们不再过多赘述。感兴趣的话呢，咱们后面再出视频来详细的介绍。这次有一个升级啊，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，就是小米支持了全焦段视频最高4K 60帧的呼吸补偿。简单说呢，就是手机可以拍摄出有那种电影感的丝滑变焦。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啊，相比较于之前机型的话，这次小米14 Ultra 在录像变焦的时候更加平顺自然。对于像我这种想用手机拍片的同学来说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除了影像部分，小米14 Ultra 呢也是小米旗下第一款支持天通卫星的机型。我们实际体验了一下啊，不同于其他友商的机器，小米这边啊不需要开启之后去校准手机的传感器，会更加便捷一些。开通套餐，打开开关就可以使用了。具体的通话过程还有表现啊，咱们做了测试，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我们在设置界面里找到移动网络，点进去之后启用卫星通讯，然后打开按钮，这个时候会进入到卫星的扫描界面。然后我们按照提示将卫星对准图示里边的位置，现在正在连接卫星，我们稍等片刻。好，现在提示手机已经连接到了卫星。这个时候呢，刚才的卫星通话界面它会以小窗的形式悬浮在整个屏幕的最上方，找到通讯录就即将开始拨打电话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手机是接通的状况。我们看到华为这边是需要先晃动手机，然后再进行搜星。同样的方法，看来他们俩连接的这个卫星的方向是不一样的。具体的通话表现，咱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已经拨打通了小米的天通卫星通话，然后我现在说一段数字，大家可以听一听。卫星通话它的通话质量3.141592612345678901987654321。我们的测试到这里先结束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的是华为的天通卫星，它的一个通话的质量。那么它相比较于小米来说，它的通话质量大家可以听一听，两台机器是否有所差别。接下来我念一段数字：3.14159261987654321。这次小米还推出了特殊的配件啊，如果是在信号不太好的区域，你可以选择加装小米卫星信号的增幅仪，它有镜头盖一样的设计。那就算你日常不怎么使用的话啊，它也可以当做镜头盖来保证镜头区域不被刮花，算是个一举两得的设计了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卫星连接成功以后，它的信号并不是满格的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只需要拿出此次发布的卫星信号增幅仪，然后我们给它安装到这个手机壳上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安装好之后，它的信号是有所改善的。来看看性能部分，其实不用太担心啊，咱们只是大致过一下。小米14 Ultra 是骁龙8 3，跑分部分呢，我们开启、关闭性能模式，分别进行跑分，大致呢是213万左右，是目前旗舰的第一梯队，但是和如今的跑分天王天玑相比呢，还略有不足。再看一看 Geekbench 5的跑分，单核1686，多核6352，也都属于常规的旗舰水准。Geekbench 6的情况呢，也是差不多。看一看 GPU 的部分，得分是5113。表现呢是中规中矩。
看一看具体游戏。首先呢，目前骁龙8战3的机型啊，对于王者荣耀这类主流的低负载的网游呢，没什么压力。实测了一下，在300尼特屏幕亮度下，室温24度，120帧超高分辨率运行30分钟，满帧运行，帧率曲线呢也没有波动。游戏结束之后呢，正面温度36.4，背面36.2，也是温热的状态。功耗方面呢，30分钟结束之后，整机功耗4.26。再来看一下重度负载的原神，实测30分钟游戏结束之后，平均帧率是59.4。看帧率图呢，游戏运行是比较平稳，有小幅波动，但整体来说影响不大。温度方面，游戏结束之后，正面是45，背面45.7，30分钟整机功耗5.45。可以看到这台机器并不是主打游戏，对于功耗释放呢也偏保守。简单说，就是一台标准的旗舰机型该有的样子。来看一下充电续航啊，由于机身是又大又重，我期望它能表现更好一点。本次小米14 Ultra 呢是5300毫安时的小米金沙江电池，对比于前代，主要呢是电池体积更小，能量密度更大。充电部分搭配的是90瓦的有线以及80瓦的无线充电。如果是对比上一代啊，有线充电功率没有变化，但是呢电池容量变大，另外就是无线充电功率啊是有所提升的。我们实测了一下，1%到显示100%充电是39分17秒，到涓流充电结束呢，完全充满一共是43分12秒。充电的时候最高功率是74瓦，算是主流水准，并没有那种极限的快。续航部分呢，我们将屏幕设成300尼特亮度，开启 2K 的高分辨率以及120赫兹的高刷新率，模拟日常5项的测试。全部完成之后啊，最终剩余电量是52%。对比近期发布的电池容量在5000毫安时以上的机型来说呢，这个续航表现是有优化空间的。当然，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呢，是可以调成自动亮度，并且设置1080p 的分辨率。这样的话呢，续航时间会有明显提升。这次14 Ultra 上面有3个自研芯片了，包括电池管理 G1，负责充电的小米澎湃 P2，以及通讯部分的 T1 芯片。GPT 这3颗芯片呢，也让小米这台机器的含金量更足。通过以上简单的测试啊，小米14 Ultra 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专业的影像硬件配合多年来和徕卡合作的技术积累，让你随手一拍就能得到颇有个人风格化的徕卡照片。如果呢你打算要入手一台主打拍照摄影的旗舰机型，那么小米的 Ultra 系列啊，依然是你需要考虑的重点。特别是今年的专业摄影套装，这个外观啊就深深的打动了我，确实很漂亮。最后额外说一句啊，我最近还收到很多小伙伴的留言，说之前已经买了小米14啊或者14 Pro， 看到要发布的14 Ultra 啊，又感觉动心了啊，要不要买？我个人观点很简单啊，小米的数字机型包括 Pro 机型呢，它还是一台旗舰的手机，而小米的 Ultra 系列，我个人觉得它首先是一台相机，然后加了打电话的功能，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拍照的话啊，是可以考虑这个系列的。OK 啊，我是大爷，你还希望看到小米14 Ultra 和哪些机型做对比呢？欢迎留言，我们稍后为你详细测试。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啊，动态里边正在抽奖送出旗舰手机，总会有一个人中奖，为什么不是你呢？咱们动态抽奖再见。